站住！江南生，今日家宴，你不便入席。萧阳，我娘叫我回家吃饭了。啊？我娘说了，去别人家玩，人家吃饭不带我的时候，我就该回家了。今日是款待姨母和表妹的家宴，来的都是高门眷属、名门闺秀。你一个乡野姑娘，既不懂经中礼数，又不穿那些华贵衣裳，坐过去未免招人口舌。萧阳，你讲不讲道理？当初你在悬崖底下要死不活，是我花了这些年攒的全部私房钱，没日没夜精心伺候了你整整2年，你今天才能站在这里。你倒好，现在连一顿饭都嫌我丢人。咱俩现在一样了，为了在后山给你采这株接骨草，差点连脚脖子都崴断了，可不能都给你一个人吃啦。谁稀罕？我本来就不爱吃肉。对了，你昨天换下来的裤子还没洗呢，我先拿去盆里泡着。江南生，孤男寡女，你怎如此不知羞？生儿，玩得尽兴了就赶紧回来，时间过阵子就要上门来向你提亲了。知道了，娘，我玩2天就回来，绝不耽误。好了，我知道你定是饿了，我马上让下人送些点心到你房里，快回去吧。算了，一顿饭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出来玩了半年，也该收拾收拾回家了。我娘在家里可是天天盼着我呢。江南生，以前在青山村，我只当你是性子粗也跋扈了些，怎么刚进京城短短半年，你读书礼仪没学会，倒学起那些高门后院的小性了？我学什么小性了？若非为了今日款待我姨母和表妹的家宴没安排你的席位，你何至于在这儿和我甩脸，甚至还闹着要搬出府去？以前在村里也没见你这么多事。行了行了，我不去了总行了吧？我也不饿，让开，别在这儿碍眼。表哥，让舒瑶好找，这位便是当初在乡野之中救了表哥性命的南生姑娘吧？舒瑶替表哥和姨父谢过南生姑娘了。我当年在崖底救的是萧阳，沈表小姐，大可不必来谢我。呀，南生姑娘，你莫要生气。你这个人怎么平白无故推人啊？南生姑娘，舒瑶真的没有推你，你我今日不过初次见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嫁祸我？可是因为舒瑶突然过来，扰了你和表哥的私下攀会，若是如此，舒瑶走便是了，姑娘何苦以此诬陷我？你血口喷人，我根本就没碰你，分明是你自己故意倒下去，反手把我推下来的。算了，姐姐，横竖就当是咱们舒瑶推了她吧。谁让这位江姑娘是杨儿的救命恩人呢？咱们侯府沈家何该欠着她的？不过说起来，那时候外面死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偏偏就这么巧，让个乡下姑娘把咱们杨儿给捡了去。真不知是杨儿命好，还是有的人啊，打一开始就慧眼识珠，瞧出杨儿不是普通人，上赶着救人来当登门梯呢。萧阳，江南生，你个小贱人！你前阵子崴了脚，没办法上山抓野鸡，给屋里躺着的那个残废补身子，你就来偷我们孤儿寡母的下蛋鸡，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呀你！冤枉人的畜生，才最该天打雷劈。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要是找着证据证明鸡不是他偷的，你必须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给江南生磕头道歉。赵小虎，赵虎干嘛？愿赌服输，先给江南生磕头。罢了，咱们这样清白人家养出来的大家闺女，哪里见过高门外头那些下作的栽赃手段？瑶儿，听娘的话，就当是你推的，大度点给他赔个礼，道个歉，免得某些人整天挟恩图报，倒让你表哥在中间夹着为难。江南生，你够了，你别闹了行不行？不就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下吗？以前在村里，你为了帮我采药，差点连脚都崴断了，也没见你这么娇气。你若非要他道歉，我这个做表哥的，今日便代书瑶给你赔个不是，总行了吧？往后莫要再拿救命之恩来为难不相干的人。萧阳，你替他道歉。
你听记好，我不接受。还没怎么样，就这么吹皮子瞪眼，这样的性子你可要管一管，免得以后宅院不宁。一家子奇奇怪怪的人，这个破侯府，我一刻也不想多待了。表哥，你瞧这刚摘的并蒂莲可好看，陪舒瑶去喂池子里的锦鲤嘛。走吧走吧，表哥。你父亲当初站错了队，好在最后关头临时倒戈，才勉强保住了咱们侯府如今的荣华富贵。如今新帝登基，朝中局势瞬息万变，我们须得处处小心。母亲，儿臣明白，只是儿臣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总得给他个名分。你想给他个名分，倒也不是不行，可长幼尊卑不能乱。你等我是门当户对的正妻，再抬他进门。虽说如此，可儿子是怕以他那倔强性子，怕是不甘心屈居人下，给人做妾。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野丫头，能进咱们永安侯府做妾，已是她几辈子修来的孤荷了。若她还敢不识趣的挑三拣四，大不了给她些银子，直接打发了。我侯府的妾室，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母亲息怒，他自是不配。母亲放心，儿子往后定会把他调教的服服帖帖。等他进了门，儿子也会严加约束，让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绝不让他惹母亲生气。原来萧阳有心上人啊，这姑娘是个有骨气的。萧家这种自私自利的破温户，配不上人家好姑娘。算了，到底是人家的家事，又与我何干呢？你都听到了。你别碰我！表哥，你在哪儿呢？咱们今天继续去赏月吧。听到了也好，早晚都是要接受的。生生，事实就是如此，你再怎么跟我赌气也没有用。高门大户的规矩不是你能抗拒的。神经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江姑娘，门房那边有人托人送来一封信，说是给您的，那人还在门口等您回话呢。是娘亲的字迹。生儿见字如面，京城一切可好？昨日石恒打书院捎信回来，再过喜日便可归家提亲。见信后便快些动身回家，娘在家给你包最爱吃的荠菜饺子，等我的生儿回来当新娘子。多谢你了，麻烦帮我捎句话，我明日便启程回家。娘说来京城一趟不容易，总要给乡亲们带些稀罕物回去。来的时候硬是塞给了我30两银子，现在这包袱都撑得沉甸甸的。不过也奇怪，娘平日里省吃俭用的，怎么突然能拿出这么多银钱来？这是专门给娘挑的，她总用竹鼻子梳，老挂头发。娘收到这个，一定会很高兴吧？石恒哥这2年一直很忙，忙到连个人影都瞧不见。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每次就专门画这些小人来逗我开心。石恒哥，等我收拾好行李回家，我就能见到你了，你可不许赖账。这下行李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等萧阳今天回来，我当面跟他告个辞，就立刻启程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就不信表小姐的镯子自己长了翅膀飞了。今日不管是谁，侯府都容不下手里不干净的东西。夫人明鉴，这几日奴婢常看那偏院的人鬼鬼祟祟往屋里盗弄东西，定是他眼皮子浅，见利忘义，偷了表小姐的宝贝镯子。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丫头，没见过世面，肯定手脚不干净。好啊，赃物都收拾好
跑了？你这是偷了主子的东西，做贼心虚，想卷铺盖跑路啊！夫人，你快来看啊，人赃并获了！这乡下丫头要是手脚干净，一个穷要饭的，哪里来的闲钱买桌上这些值钱无样？分明是拿表小姐的镯子换了银钱！你发什么疯？干什么？当然是抓贼啊！如今当着夫人的面，你倒说清楚，这满桌子的高档货，你一个吃白食的乡下丫头，哪来的闲钱买的？钱是我娘临行前塞给我的，清清白白。东西也是我按着单子买给我的朋友们的。给你朋友，真是笑掉大牙！这京城寸土寸金的贵地，你个泥腿子出身的乡下丫头，上哪儿去结交有钱的朋友？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一辈子从出生就被关在这高墙大宅里当奴才，连外面的天有多大都没见过？实话说，我在这儿也待够了，今儿买了东西，这就打算收拾包袱回家了。死丫头，偷了东西还敢这么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把这屋子给我翻个底朝天，务必搜出证据来！南生姑娘，我知道人都有虚荣心，你如今心虚害怕，我可以理解。毕竟到京城见了世面，一时被迷了眼，偶尔打错主意也是人之常情。今日不论你买这些东西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过几日我还要带着它去选秀的，你怎能如此狠心？沈书瑶，我最后再说一遍，我没见过，也没偷过你的破镯子。杨儿到底年轻，血气方刚，难免被外面不三不四的阿猫阿狗迷了眼，偏宠纵容一些也是有的。可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侯府里出了贼，人家笑话的是整个侯府。你这做娘的，可得帮着杨儿好好管教管教，别什么下九流的人都往屋里放。搜！住手！这包袱里是我私人的东西，你们凭什么搜？凭什么？这也是侯府的院子，又不是你那乡下的破草夫。难不成你一个借住的叫花子，还想大过夫人去？放开我！你们这群强盗，放开！放开我！你们这是强盗！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凭什么？怎么能随意翻别人的东西？我是萧阳正儿八经请回来，不是贼！你们让萧阳回来，我要找他要个说法！你算什么客？不过是一个仗着那微末恩情就想挟恩图报、千方百计爬我儿子床的乡野丫头。你有什么身份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我没偷东西，更没想过要爬谁的床。你们不要血口喷人！还敢嘴硬！都不要脸的私下画了你和少爷的画像，随身揣在包袱里了，还敢说你没有狐媚心思？夫人，您瞧瞧，他心虚不敢画脸，就悄悄点颗眼下痣。谁不知道咱们少爷眼角就有一颗泪痣？这不是狐妹子勾引少爷是什么？当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要脸到了极点。江姑娘，表哥一表人才，你动了些不该有的心思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这私相授受，还画下这等东西，传出去终究不好听呀。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自轻自贱的事来？不，那不是我画的，那是萧阳临走前亲手画来送我的。他说了，这上面画的是我和我未来的夫君，那根本就不是他。笑话，杨儿好端端的，为何要给你画这些？说谎也不怕臊。贱人，事到如今还满口胡言，竟敢攀扯到杨儿身上！来人，给我搜他的身，看看他这身上还藏了多少肮脏东西！是。你还给我！别碰他！这东西跟萧阳一点关系都没有！放开我！终究是乡下来的野丫头，半点上不得台面。画的这是什么鬼画符？居然也当成宝贝揣在怀里。你还给我！你这个恶毒的老女人！你凭什么作践别人的东西？放肆！
一个低贱的泥腿子，竟敢顶撞本夫人！今日我就要好好管教你这个乡野丫头，拿板子来打烂她的嘴！我的话。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放开他！表妹，这是你的镯子，前几日是江南生无意间捡到了，托我转交给你，我一直搁在书房给忘了，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既然镯子找着了，舒瑶啊，那往后在外面就当是你自己粗心丢在院里了吧。有些话该不该说，全当是为了你表哥的前途考虑。杨儿，母亲现在问你，这贱人方才口口声声说这画纸上画的是她和她未来的丈夫，还说这画是你亲手画的，可有此事啊？原来他眼角下真有一颗泪痣，从前都没怎么正经看过他。你父亲如今在朝中为你多方走动，寻个门当户对的正妻，你何该为你父亲分担？别整日让这些来路不明的闲人闲事扰了他的清静。这画如若不是你画的，现在你就当着母亲的面给我狠掌这个胡说八道的乡野丫头，免得往后她那张嘴连累了咱们整个侯府的清誉。萧阳，这画明明是你亲口说是画来送我的，你一个大男人如今如何不敢承认呢？你在我家寄住2年，我江南生从未让人欺负过你，冤枉过你一分一毫，凭什么到了你家，你们全家都要合起伙来作践我，欺负我？还不给我闭嘴！当着母亲的面，你也要这般口无遮言、疯疯癫癫吗？我真是把你惯坏了！萧阳，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还我一耳光。杨儿啊，她只是一个妾，她可不配和你一样称呼夫人为母亲。往后你娶了正妻，她便该叫正妻为主母。姨母，若哪日她生下一男半女，又该如何称呼自己的孩子呢？妾室不过是替主母承受生育之苦的容器罢了，自然该称呼少爷、小姐。江南生，我知你心比天高，我是侯府嫡长子，不可能娶你为妻。不过就算是给我做妾，也好过在穷乡僻辈子见不得天日强，也算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萧阳，你疯了！我何时说过要做你的妾？我早就已经许配人家了。要不是想和你当面告个别，我现在都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我告诉你，那日全当我救了个畜生，放我回去，别耽误我回家见我夫君。你够了，江南生！你还胡闹到什么时候？我在你家2年，何曾见过你有什么夫君？难道你觉得嫁给你村里那些货色，能比得上在我侯府为妾吗？乡野丫头还挺要面子。你说你有夫君，他姓盛名谁？我夫君叫谢时恒，他是天下最好的男子。大胆贱人！从哪儿听来这个名字，敢胡乱编排？陛下的义子，万人之上的镇国将军也是你配提的。杨儿，立刻把这贱人关起来！若再敢胡说，别怪我心狠。南生，事到如今，你也别怪我狠心。这里是天子脚下的京城，不是你以前可以由着性子撒野的穷乡僻党。如今朝堂局势动荡，侯府里外多少双眼睛盯着，隔墙有耳，稍不谨慎，
不仅我保不住你，而且整个侯府都会被你连累。放开我，萧阳，谁要你保了？立刻放我走！我从此和你恩断义绝，再无瓜葛。走？你如今名声已毁，出了这侯府，你一个弱女子能去哪儿？我知你心里委屈，觉得自己的身份卑微，配不上我，所以才处处与我作对。但到了这个地步，你嘴硬还有什么意思？说你笨，你倒也知道找个皇亲国戚的人名来故意气我。满京城不知道镇国将军府的谢时轩谢小将军，又有谁不知谢小将军有位娃娃亲，就连郡主想要做他平妻谢将军都不允，怎会和你个乡野丫头有接葛？只要你乖乖听话，在柴房里待过这几日，等风头过了，我向你发誓，绝不会亏待你。往后，等我顺利袭爵之后，你替我产下一男半女，我便松口，特许把你娘从乡下接到京中来享福。虽不能让她进侯府，在外租个宅院总是行的。萧阳，我当初在雪地里救你的命，真是不如救一条狗。母亲说的果然没错，你这野丫头冥顽不灵，若不好好勒紧缰绳，磨磨你的劣根性，往后去了外面，怕是要给侯府闯下大祸。你且留在这儿静思己过，待到晚上，我自会单独过来寻你。待你我今夜有了夫妻之实，生米煮成熟饭，你名正言顺成了我的人，就不必整日自卑，担心我不要你。再则木已成舟，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好再将你赶出侯府，这都是为了你好。还好，这是当初分别时石玄哥亲手给我雕的精巧挂件。临走前他千交代万交代，说这里面暗藏玄机，能防身救命。表哥还真是吃惯了山珍，想尝尝野味。他那样出身名门的人物，竟自降身份，想要和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做真夫妻。你一个乡野村姑，为了攀高枝竟然甘愿为妾，真是不要脸的东西！你就要脸了吗？你要脸当初会去参加选秀，选上了在皇上那儿一样是妾。我不信皇帝还能为了你把皇后的位置腾出来。所以啊，我才故意说父亲的玉镯丢了，原想着借此把你这个碍眼的打发了，回头再给表哥下点药，与他做了真夫妻，当这侯府的世子正妻，怎么着也总好过进宫去和那群疯女人争的。可谁能想到，他竟然为了你这个泥腿子，连夜从城外死命赶回来搭救你，甚至不惜自己掏私房钱去银楼买个一模一样的镯子，想堵我的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分走他的心思？江姑娘，不知若是等会表哥过来，却发现你畏罪私逃了，而你前脚刚逃出侯府，半路上就倒霉的被山匪劫财劫色污了身子，你猜表哥来日还会不会像今天这般袒护你？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萧阳，甚至不惜给你的好表哥下药，也要做这侯府的世子正妻，那本姑娘今天就索性当个大好人，彻底成全了你们这对狗男女。该死，他怎么来的这么快？
生生，我来寻你了。生生，你怎么不说话？你这般不言不语的，默许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心里终究还是有我的。那些顶撞的话不过是欺负。今夜过了，你便只能留在我身边，再也别想提什么未来夫君。恶心，虚情假意的伪君子。我从小可是在山里爬出下坡长大的，就这堵破墙，能难倒我？好了，本姑娘这就要回家了。虎子，往左边挪挪。哎呀，这块红布还是当初我为我那死鬼准备的。原本想着等他考上秀才时给他扎个红花，成色顶好。今儿全给生丫头添个喜气。上次我误会生丫头偷了家里的鸡，心里总归觉得怪对不住这好孩子的。世恒哥哥。你这丫头回来的倒真是巧，可不是吗？瞧瞧，这新娘子踩着及时的点儿，自己骑着驴跑回来了，当真是个急脾气。生生，手腕怎么回事？在京城，谁欺负你了？娘，那个萧阳欺负我，他们全家都合起伙来欺负我，冤枉我。以后我再也不去他家玩了，我讨厌死他们了。事情就是这样。呸！忘恩负义、猪狗不如的东西！俺长这么大就没听说过谁家报答救命恩情是逼着救命恩人去给他做妾的。就是，当年他在咱们村里养伤，亏得生丫头变着法儿的给他炖鸡炖肉吃，那点油水要是去喂个狼崽子，现在都该喂熟了，简直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好个永安侯府，欺负人到我们生儿头上来了，真当我谢家提不动刀了是不是？我现在就回京，直接把那萧老头子揪进宫里去。老娘今天非得好好问问那谁，我倒要看看亲生女儿被人作践成这样，他到底管还是不管？啊，那谁？女儿？谁是女儿？生生的事，自该由我去朝堂上要个天大的说法。当日萧侯为了在党争中求活，如同丧家之犬般跪在我脚边，苦苦哀求我给他萧家一个倒戈分一杯羹的机会。如今看来，给了他机会，他萧家也根本不中用。等一下，石卷哥，那萧家的人之前一直说你是执掌重兵的谢小将军，这难道是真的？南生，你听我解释，不是我有意要瞒骗你，实在是京城朝堂风云诡谲，极其不稳。我隐瞒身份留在这里，也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你要是生我的气，我跟你赔罪，怎么赔都行。你要是不解气，就算现在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给你跪下，都成。只要你别不理我。怪你？我为什么要怪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知道你不喜欢被人骗，石恒哥，原来你这么厉害，不愧是我江南生看中的男人。管你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还是帮我们家耕地的泥腿子农夫，你都是我江南生这辈子唯一认定的夫君。吉时已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江南生，你怎可嫁给旁人？你干什么？好痛！放手！江南生，你明明心悦于我，怎么敢嫁给旁人？你不就是想要世子妃之位吗？我赏你了，跟我回家！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强抢他人之妻，永安侯府百年清贵，难道教出来的世子就是这等罔顾王法的强盗行径？这就是你们侯府的家教吗？谢将军，谢将军，怎会真的是你？不，这不可能！我说萧大世子，你怎么像个聋子一样，到现在才刚知道啊？在你们那儿吃人的破侯府里，我老早就清清楚楚的告诉过你好几次了。我夫君叫谢石恒，是你们自己狗眼看人低，非说那是本姑娘瞎编的。现在在这装什么活见鬼呢？听说前几日在京城，你想强娶我的妻为妾。江南生，你既早已有了这般显赫的婚约，在村里时为何还要来勾引我？我说萧阳，你脑子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倒是当着我夫君的面，一桩桩一件件给我说清楚。你救我，当年我伤得那么重，全村人都嫌魏琪只有你不怕脏不怕累，倾尽嫁妆给我治病。你敢说你不是因为喜欢我才对我这般掏心掏肺？呸！好一个不要脸的下流胚子！救人还有什么说的？当年我家那死鬼瘫在床上，生丫头还天天去送药呢，难不成也是看上我家那死鬼了？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生丫头心善？她这10几年救的小猫小狗落水遭灾的活人死人，都到2只手都数不过来，只是从来没见过哪一个像你这样赖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这么久的。原来你心里清清楚楚知道人家对你有大恩啊，知道了还能干出搜身扇耳光这么不是人的事儿，你简直是畜生不如！萧阳，你听好了，我当年救你，纯粹是因为你那时候还是条活生生的命。别说是你，那日就算是换做村头老李家那条断了腿的狗躺在血泊里，我江南生也一样会费尽心思把它治好。我家里没有见死不救的规矩，那日即便不是你，我也会救别人。我不信，那你为什么随身藏着那张画？为什么在画上画了2个牵手的小人儿？你分明就是对我有意！你真是不得到黄泉不落泪，你等着，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萧阳，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画的又不是你，那是石原哥在战场上隔三差五给我写的家书，上面那2小人是他画来哄我开心的。我随身带着几张制纸，是因为我心里装的是我夫君。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画你？那你在我家的时候呢？听到我娘说只能让你为妾，不配做正妻时，你为什么要哭？你后来又为什么因为沈书瑶的镯子，处处和我赌气，不理我？你敢说你不是在吃醋？首先，本姑娘那不叫赌气，是你轻信了沈书瑶的鬼话，不分青红皂白就带人冤枉我、作践我。我那是看清了你的人品，我是在生气。其次，我那天在你娘房外哭，根本不是因为听到什么给你当妾，我那时哭，纯粹是因为我在墙根下堆烟太久，脚麻了。不，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再让我爱上你，为了你忤逆母亲之后，却轻飘飘地说你从来没爱过我。我可是堂堂永安侯府的未来世子，你不过是一个乡野丫头，你怎么可能不爱慕我？你怎么敢不爱慕我？你谢世恒，你堂堂镇国大将军，谢家100年将门，你从小在京中金尊玉贵的长大，你怎会和个乡野丫头相识？你甚至还要娶她为正妻？你可是谢世恒，你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她这种粗鄙的村姑？萧阳，你给我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江念琴的女儿，生来不是任由你这般贬低的。萧阳，你若现在给生儿道歉，立刻离开。我念你年少，不与你计较，不然你可是要凭一己罪过，拖累整个侯府的。你个乡野寡妇，不过是仗着谢将军撑腰，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天王贵贵了？你还没有对我指手画脚的权利。这一巴掌是打你对我娘亲不敬，后2巴掌是还你在萧家时你和你那个老娘打我的那2次，恩怨两清。你现在就给我滚出村子，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呸！什么世子，当真是给脸不要脸！你们干什么？滚开！放开我！太子殿下，圣上。母亲，念晴，不久不见了，生儿今日大婚，我和他兄长总要亲自来贺一贺的。有什么话，滚进屋里说，别在院子里丢人现眼。念晴，当年你我各有难处，是朝堂动荡委屈了你。那些当年欺负过你、冤枉过你的人，我早已全部正法，一个没留。如今中宫空悬了整整8年，我只为了等你一时不消气也罢了。可生儿婚这件大事，我这个当爹的竟然还要从别人口中辗转知道。念晴，你当真好狠的心。生生，这屋里坐着的，一个是当今陛下，一个是当朝太子。照这么说，原来你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啊！我生儿，进来听，隔着门别漏了字。生儿，给你引荐一下，这是你亲爹，这是你亲哥，他们现在眼巴巴的赶来，就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回宫去，做那金尊玉贵、呼风唤雨的公主？生儿，你都长这么大了，劝劝你母后和父皇回去吧，以后咱们一家4口安安稳稳的在一起过日子。父皇亏欠你的，一定全部给你补回来。
那个，这位大叔，不是父皇啊，我觉得我在这村里种地养鸡挺好的，京城我实在待怕了，那里的人都太坏了。生儿，这些事我都从你母后口中听说了。永安侯府那不烧子孙，竟敢如此作践朕的公主！朕这便下旨，将那萧阳赶去边关，再削了世子位，永不许他继承权。妹妹放心，以前是兄长无能，让妹妹受苦了。往后有兄长在朝堂一日，这天下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了你去。永安侯府那群不开眼的狗东西，兄长定会将他们挫骨扬灰，给你出气。你爹以前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可到头来还不是任由那群世家权臣指着我的鼻子冤枉，逼得我不得不诈死远遁。至于你小时候还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觉得别的世家贵女比我更适合做你的母后，怎么，如今长大了，倒学会跑来护着妹妹了？阿晴，现在不一样了。当年朕羽翼未丰，受制于门阀世家，可如今朕九死一生，争了这天下，把持了朝纲，就是为了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们母女。以前你看着别人冤枉娘，你当真一下都没帮他。生儿，你不懂朝堂，不懂何为制衡权谋。爹当时只是身在局中，不得不暂时隐忍。我是不懂什么权谋，但我知道你当年权衡利败，丢下了我娘，如今权衡完了，又想让我们理所当然的跟你回去。你不懂娘，根本不懂我。你们走吧，今天是我和石恒哥大婚的日子，本该高高兴兴的，我不想总在院子里看见糟心的东西。永安侯府真是好大的胆子，生儿朕的公主金枝玉叶，你们侯府竟然如此欺辱！你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敢让公主给你做妾，就凭你也配？哼！传朕旨意，永安侯教子无方，罔顾王法，即日起夺去永安侯世子萧阳一切功名封号，贬为庶民。永安侯本人闭门思过，无诏不得出。是父皇，儿臣回宫便拟旨昭告天下。陛下，求陛下恕罪啊！哇，石恒哥，你快看，那个面人捏的真像！原来真正的京城根本不是萧府里那样，只有四方墙、四角天，居然这么大，这么有意思呀！你呀，现在知道京城好玩了。当时我说要带你回京城瞧瞧，你怎么都不乐意，急得跟什么似的。最后还是江姨亲自发话让你来，你才跟着我上车。什么嘛！我来又不是因为娘亲，还不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吗？好了好了，都是我的不是。从今往后啊，你想回村住就在村里住，想在京城玩就在京城玩，天大地大，我都陪着你，寸步不离，好不好？这才对嘛！好了，今天玩够了，我们回去吧。启禀将军夫人，府外有客人求见，已在偏厅候着了。又有客人来贺喜啦！石皇哥，你人缘真够好的呀！自从半个月前咱们到了京城，这府里的贺礼和客人就没断过。这次又是哪家大人呀？是兵部侍郎家还是尚书府的呀？回夫人的话，这次来的倒不是您说那几位大人，来人递了拜帖，自称是萧府的人。臣万死，万死！臣教子无方，内为不修，冲撞了公主殿下，臣罪该万死啊！臣妇有眼无珠，臣妇不知您是千尊万贵的公主殿下，多有得罪，还望公主殿下大人大量。千错万错，搜身打人全是臣妇一人的错，要杀要剐，
求公主殿下冲着臣妇一个人来，千万别牵连了侯爷，别断了萧家的香火。殿下，殿下若不愿饶恕剑内犬子，臣今日便写下休书，彻底休了这目无法纪的疯妇。至于这个有眼无珠作践圣庭的逆子，臣也断绝父子关系，不要了。要杀要剐是流放还是参试和问斩，全凭公主殿下发落，臣绝无半点怨言。陛下前天下了密旨，给这老家伙指了2条路，要么削爵降等，要么保住他永安侯的爵位，但必须当场舍了这发妻和嫡子。这老骨头眼里，什么结发夫妻、血脉传承，都比不住他的爵位重要。不过他今日找上门，大概还是想带着一家人卖惨，企图让你心软找陛下求情吧。萧阳，你那好表妹呢？今日怎没见着？回公主殿下的话，草民内人正在将军府大门外跪着，听候发落。石恒哥，我听京里的百姓传，萧阳不知怎的和沈书瑶，听说动静还不小。为这事儿，萧夫人和沈夫人在侯府里打得不可开交，闹得满城风雨呢。萧侯爷怕沈家去告御状，说侯府世子玷污带血秀女，最后只能硬生生逼着萧阳娶了沈书瑶，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好戏。自作自受，他们2个人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良配。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往后的日子够他们互相折腾的。既然来了，就别在外面跪着了，去，把他也给本公主叫进来。你个贱妇，见了公主殿下还不速速跪下请安？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民女参见公主殿下。沈书瑶，本公主今日叫你进来，就只问你几件事。当初在侯府内院，是我嫉妒你伸手推的你吗？后来在侯府里，你父亲留给你那镯子，是我偷的吗？你装什么哑巴？公主问你话呢。当初在内院，分明是你自个儿没站稳摔在地上，非要赖在公主头上。还有那镯子，明明是你想诬陷公主，你快说啊！逆妇，在公主殿下面前还不快从实招来！当年你在府里使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宅手段，真当大理寺查不出来吗？你摔的，镯子也是我故意藏起来的，全都是民女敌恨公主，一手栽赃诬陷的。民女知错了，只求公主殿下救救我！公主殿下，我不想做萧阳这个庶民的正妻了，求公主垂怜，把我跟这个废物和离吧。萧阳他就是个彻底的草包，在家里动不动就对我拳打脚踢，还处处滥情，现在连红玉那个下贱的婢女都敢爬到我头上，这种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沈书瑶，你在发什么疯？当初在柴房里你勾引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如今他被剥夺了世子之位，已经不能袭爵，他现在就是个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的无用穷光蛋。求公主帮帮我，助我在进宫参加选秀吧。民女听闻陛下最是宠爱公主，对公主言听计从，若民女能有新宫伺候陛下，必将公主视为再生父母，粉身碎骨，做牛做马，侍奉殿下。沈书瑶，本公主可没那个替你引荐通天本事，更何况若是没记错，你不是最瞧不起给人做妾，最看不起不通文墨之人吗？你天天指着本公主的鼻子骂乡野丫头，怎么如今为了这点子富贵，连服侍长辈这种自甘下贱不要尊严的话都说得这么顺了？本公主今日叫你们进来，不过是为了当着大家的面把当年的冤屈说明白，讨个清白。如今水落石出，全京城都知道我江南生的名声清清白白，那便没有别的事了。你们走吧，别留在这儿，吵得本公主头疼。公主殿下开恩啊！臣真的知错了，求殿下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保我侯府一线生机吧。石恒哥，这次回去我们住久一点好不好？我想娘亲了，上次没能给乡亲们带礼物，这次我带了好多好多，赵婶子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你呀，险些把整条街都搬空了，这么多东西，别吓着人家。生生，这几日消息送过来了，萧侯爷为了保住自个儿头顶上的乌纱帽和永安侯的爵位，前天已经正式下了一纸休书，将萧夫人贬为妾室，锁进家庙了。至于萧阳，
萧侯爷跟他彻底断绝了父子关系，连夜收回了他身上所有的值钱物件，将他们扫地出门。萧阳如今没了世子的身份，又没有谋生的本事，只能带着沈书瑶和红玉一妻一妾在京城沿街乞讨为生。这些烂人烂事和我无关了。萧阳，他从来都不配与我江南生为友。